我就爱画画、爱艺术而已啊。还有我感觉画画最自由嘛，你是一个空白的，每一次都面对一个空白，就是一个 challenge， 你要 fight。你要玩，你要 fight， 很多复杂啦。面对空白是无中生有嘛，这很好玩啊。艺术家回顾展的一个期望，大家看到一个是比较精髓，就是说它比较精要的部分，我们能够展现出来，而且是一次的展现，大家从它开始一直到最近的近期的一个作品，都能够一次性的观看。开展后的第2个礼拜一，他就来看，因为他发现他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子观看过自己的作品。我们蛮感动啦，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意义所在嘛。这次展览我们展出徐宇仁从1972年到2022年的作品，那整个50年他的创作历程里面，你会看到他几乎每一段时间都在回溯跟自我挑战，然后自我质疑，希望能够在不断的去追寻他所认可自己所能够认可的绝对的原创。大概我进了艺专以后，我发现原创性很重要。我发现艺术好像就带有原创。我那时候的原创很简单，我们讲画画的图像好了，你这个图像是前人没有的，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艺专毕业画的是就中间构图，以前人不画中间构图，画第2个山就三角形，画得很满。以前人不画很满，我故意把中间画得很细的三角山，画乌云讲污染，因为画得很满。我就把自己定得很严格的，我要真正到原创的美，我才要发表。我认为我才是真正的是一个艺术家，才是真正的一个画家。李宗老师，我去的时候艺专1年级下学期嘛，他给我感觉他对艺术很热爱，在那个时代很不容易。那时候是戒严时代，大家都很害怕，他们精神力感动我。他注重性主义教我们画的时候，大概画了半年以后，会进到一种艺术精神状态，是一个很纯然的状态。我不知道为什么，接触了艺术以后，整个改观了，整个感觉啊，还有对东西的看法，还有感觉艺术真的太好了，因为它可以跳跃，可以从中间抽出来，看你怎么跳。它是很自由的，对我来讲是在你的很 free your mind。1979年受到习得敬的鼓励，巨人在申请在美国新闻处，当时称为美国文化中心，做了他第1次的个展。那也在这个机缘之下呢，他获得了前往美国的签证。那在1979年，他第1次的前往美国，也从这里开始了他10年内呢，主要有3次来回在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一个艺术创作跟探索的历程。因为那时候去西方的时候，我主要是要去了解西方艺术什么，因为看到都是画册嘛，都是2手资料、3手资料。刚好米新说那个展览，我就有机会去美国接，我才了解西方，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忙。我真的开了那个大门。他们从那个甲午战争以前就开始，就差不多那文艺复兴以后就很完整，然后我们都断代，我们都在战争，都是为个人这个皇帝这个集权者的想法在那边搞来搞去，所以我们都在内耗。可是我们的艺术一直没断，文化这个没很奇怪，水墨这个脉络没断，这是黄河流域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化，所以我那时候的感觉更强烈，更爱这个，我的血统里面有这种东西。可我想说，我可以把我对书画这种东西，让西方人看，有一个新的书画在台湾产生，所以一直不脱离毛笔，不脱离水。
立在石堆里的自画像这个展间，主要展出徐宇仁在1990年代发表的油画作品。这批作品呢，有一部分是对于城市的思考以及环境变迁，然后也有他在金门呢当兵的时候，对于人在战争的情况之下，极为压缩自我的这个处境。我真正画油画是我从美国第3次回来当守卫的时候，我那时候才开始动用。我那用水墨管点画油画，我油画整个就出来了，就汉雅县的第1次油画个展。那时候我就经济就稳定了，就开始人家肯定我的画可以卖，艺术市场可以卖，还有大家说，乌尔画的还有感觉，有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就以后就靠画画吃饭，我就不用去打工了。不尽的山山水水时事，其实去点出了徐仁在作品里面他的文字运用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会经常的使用叠字或者是不寻常的文字顺序。这个其实是像就是我们典藏的那件作品，作品的名字是堤内的水啊，山上的树啊，路上的石啊，但是堤内的水没水了，就是污染造成的；山上没有树了，这是因为滥垦造成的。就是这个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想象空间在里面。一开始他就说，我不是只有要回顾我的创作，他也希望能够把他的手稿啊，他有很多手稿跟素描本，他也希望能够一并展出，因为他觉得那个对他来讲非常重要。我觉得徐仁的观念非常好，就是说他知道说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很重要，而且他强调是那个过程，因为过程当中也许才能够呈现出他的原创性在什么地方。2000年的时候呢，徐宇仁在花莲的海边，他找到了一个临海的工作室。当时在花莲海边创作的这个触发，所以山海景成为他这批作品一个很大的特色。后来他也以海洋书画这个名字去为这批作品做命名。细笔跟粗笔是我这个时代已经定了，我才用这个名字的细笔书画和细笔系列。因为我用个最简单的工具嘛，因为这古人也不用，这也是一种创意，我要让人家了解我嘛。那时候我在艺专也是细的毛笔跟粗的毛笔一起弄，因为我认为我的自我训练一定要画得很细很严谨，把自己压得很紧，又把自己晃得很开。以前我们都拿中锋嘛，就拿中锋嘛，我现在这样写这样嘛。到时候我在画的时候我到时候用这样很多，左手右手会交错，我就回到小孩子状态就玩嘛。所以我用的很简单，就细笔粗笔，咱们彩墨什么那个豆腐这一点，就直接用材质的名字。可是我那时候弄是很直接，加上我认为我要从外形上，这个外形上也有内容。它是要原创的，慢慢雏形，那个原创雏形是慢慢累积变成一个真正的原创。徐宇仁的水墨作品一直以来都是以墨色为主以我们目前掌握到的作品里面呢，大概是在2010年开始，他的作品开始出现了色彩。用这些作品整合在一个展间，让大家可以同时间的看到他运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色彩，用粗笔的技法带入油画里头。因为我大部分选择材质都跟我有感觉有关系，还有我发现现在用木板画的很少，因为早期的西方的油画是画在木板上的，
可是因为多半对我是一种感觉，也是在讲，我会在提醒说环保很重要而已。还有让多半对我有感觉，我两面都可以画嘛。大概我要画这个画以前，我大概整个架构思考都很成熟了，还有那种感觉也很强在落笔。我感觉人有无限的潜能啊，脑海啊，还有可能很多东西你没有马上写下来，画起来你一定会忘掉，因为我记性不好的人，我是靠这个累积的啊，我会把文字弄到最简单，尽量很深入不用。我熟悉的口语式的文字啊，简单的文字啊，但真的很迷人。对我来讲，全世界每一个文字有音、义、形、意，所以我们的黄河还是黄河流域古韵发展的，只有这样。那为什么不好好玩呢？展览还有这个展场，它必须去回应艺术家创作的一个特色，或者它的一个独特历程的一个蛮重要的一点。那应该是说这个是我们蛮幸运的，在美美馆的这样子一个景致的一个回旋的空间，让我们再一次去回应到他这次展览的他对于他自己创作状态的一个回顾。他也自己也常说，我就是一直要去回头看我的那些作品，我的那些素描本。他可能是在2000年，他可能在2010年，他才迸发出原来我要怎么去完成我当时想的创作的思维。景跟景之间，静跟静之间，它有一个界限，这个界是什么？我在想这个东西，很抽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我有一种很强的感受，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希望能够这个界的东西，这种感觉很抽象，可以画出来。我在想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比如我们看星星、月亮、太阳，宇宙嘛，宇宙这是什么？我这一次整个北美馆，我这完全在想，我在大概他们布完以后，完全看过完整。我借了整个，我整个借了这个幻想，艺术的幻想怎么呈现？这很好玩，所以艺术真的很好玩。